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长一点的饽饽头。那因为我们会看到它的发量是偏少的，然后我这里面呢不会剪太多的不连接，可能就会剪一个边缘层次，加一个重的饽饽就可以了。我会从头发的正后面开始，来头往前低，前面头发先分开，先不用去管它，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直接划分一个斜向后的分区。我会把头发后面呢分一个这样的一个椭圆形的分区，头往前低。那我们会从最底下开始，先去设定我们要的一个长度。我会把长度稍微的放长一些，因为我们不要去剪太短，稍微长一点点，全部梳顺下来就可以了，剪齐。好，两侧头发也是一样，梳顺下来剪一个平线。另外一边全部往下梳，向后带，剪齐就可以了。一直剪到这个侧区。好，有了这个长度以后呢，我们在这个长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建立一点点饱满度。当我们会看到这样剪完以后呢，两边这里可能会比较重，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划个 C， 把上面头发往后梳理，把下面头发梳出来，把这个侧面角把过去。好，这边也是一样。就把这里头发梳顺下来以后呢，跟另外一边是用相同的方式，划 C 向后，把这个侧角把它稍微的磨一下。磨完这个侧角以后，我们要让这个头发产生一点堆积的感觉，不要这么齐。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侧距开始斜向后，把侧距头发角度拉起来，拉高。我们把上角稍微的磨掉一点点，随着头型走。把上面角的磨圆润一些，每一片头发都是一样，斜向后，把这些头发层次角度拉起来，手指向内收，随着头型走，把这些角度呢磨圆润就可以了。往侧距带，从高随着头型走，因为有了下面头发做引导以后，这里就不容易剪缺掉了。这样就很快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圆上去的一个感觉。好，另外一边，这边也一样，斜向后，角度拉高，从上角开始，去掉一点点角，再随着头型降低角度，把它磨圆。好，下一片头发也是一样，斜向后，梳起来以后呢，从低逐渐的提升。做一个圆形的堆积层次就可以了。好，一直剪到最后一片头发也是一样的方式，从低往高走。好，剪到我们收不到就可以了。这样子呢，我们后部呢底区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重量线。比较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层次了。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去做一下交叉检查，看有没有没剪到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再磨一下，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就不用你管了。那我们底区呢，剪了一个就这样微微向上走的感觉就可以了。那下一个区，下一个区就很简单了。下个区我们可以直接随着头型去走。从这个侧区开始，也是圆形向后，可以直接连接我们底区刚才剪过的地方的头发的引导，拉过来。我们也可以从高的位置开始，随着头型做一个圆润的形状就可以了。每一片头发都是一样，斜向后，把头发呢全部往侧面带，从高的位置开始连剪。随着头型往下走，就磨圆它。抬头，这样子呢，就会快速的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堆积的饱满度。上面也是一样，把所有头发呢全部带到这个侧面，从高做大锯齿连接，慢慢的降低，去连接我们底下的长度就可以了。
我们来观察我们剪完了一个堆积的落点，这个长度落点是不是我们要的？另外一侧用相同的方式来做，梳顺它，从低引导向找准，逐渐提升，去磨圆，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饱满度出来。因为发量少呢，我们就不需要分太多的层，一层就可以达得到。如果发量多的话呢，我们会分一些大发片、小发束。发量少的话，其实就一片头发就可以搞定了，做点剪就可以了。我一直剪的这个侧区都是一样，从低做点剪，随着头型走，慢慢的提升起来。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剪这种地方的时候，手都是非常轻的拉头发，就是为了让头发不要有太大的张力，保持它原有的一个质感就可以了。OK， 我们底下剪完以后呢，后面呢就是一个很单一的一个层次，非常重的一个圆形堆积。那当然剪完以后呢，这里就是会有一这样的饱满度。那我们先开始就可以设计它刘海的长度了。刘海呢，我想把它刘海稍微剪短一些，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脸型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给它设计稍微短一点点的刘海。在设计短刘海之前呢，还是想着把刘海区的头发稍微放长一点，做一个什么？做个引导线来设计，头抬起来。对，我们会从这里开始，把头发全部向前梳理，剪到我们先剪到鼻中的位置，鼻尖的位置，以鼻尖的位置为引导，为它的长度，把所有头发以这个为引导，全部向前拉。看到引导线，那这个并不是我们要的长度，但是我们先要以它为引导，把这里所有的头发呢都要往前带，全部拉到前面这里，可以剪平。抬头。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保留我们头发侧面的一个长度了。先把长度引导做好。一直剪到这个侧区都是一样，全都向前抬。好，手带一点点圆弧度就可以。那我们就会看到得到一个非常快的得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圆润的效果可以出来了，但这并不是我们要的一个长度。另外一边也是用相同的方式，把头发先全部向前带，以刚才我们放长的为引导。那这个为什么要放长它呢？是为了更好的保留我们两边的一个长度，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刘海单独设定为一个区域来裁剪。所有的头发都是向前带，这个都是一样，放到前面来，好，一直梳到我们剪不到就可以了。好，有了这个长度以后呢，我们再来设定它的一个比例，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不想让刘海这地方太长。所以我会从刘海这个位置呢，单独取一个区，把它去剪短一些，长度应该会设定在刚好盖住我们的眼睛的位置。好，你等我们吹干以后，会往上弹一点点，盖住一点点眼睛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要的一个长度。等会还会往上缩一点点，然后下面一片头发呢，就我们可以用一个微微带一点点圆弧度的手法，把这里呢从下往上去做点剪。连接其他就可以，这里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圆润的效果出来。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梳子梳平，手摆一点斜度，从这里最长的地方从下往上点剪，做个圆润度。好，剪完以后呢，它就会有个这样的圆弧度出来就可以了。这我们刘海就设定出来了。但我们刚才讲到过的就是不想让这个头发太长。如果说，假如说我们今天想让这个头发剪一个比较规规矩矩的一个饽饽的话，那我们可以把两边放长，
你后面头发连接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想把这里剪短一些的话，那我就可以考虑的是这里头发的一个感觉，侧面剪到哪个位置会更适合它。那我想把这个侧面剪到接近下巴，圆过来感觉看看会不会更适合，我就可以从这里开始，斜向后分区。我会去把这里头发呢斜向后，把它垂直拉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先设定我们要的一个长度，平行向后剪一个我们大概要的一个长度出来，在下巴的位置，每一片头发都是一样，全部都是往前带，后面头发全都是往前带，底下是剪不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度，它是否更符合它。那后面这里就长一些，两边就短一些了，这样的感觉就出来了。然后上面头发呢，我们再把它覆盖下来。这个时候上面头发覆盖下来的时候，这里头发的长度可能跟里面呢会产生一些不连接，所以我们要把这里所有头发呢全部都是梳顺下来以后呢，我们往前带，这个尖的这种角把稍微的点一下就好，把所有头发全部向前带，把特别长出来尖出来的地方稍微点掉一点点，那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感觉出来。那只是先看到可能会这里太过于尖了，因为刚才我们剪的是一个圆的话呢，角度是拉起来的，我们也可以往侧面带，把这个最尖的地方稍微的去点整处理一下。抬头，观察，这可能这个比例就是我要的一个比例。但这里也是一样，从我们这个转角区分一个区出来，把这个区域头发呢斜向后，我们可以低角度把它去收一下，就不要那么长，低角度给它收掉就可以了。这里的长度设定呢在下巴左右，好，还是一样往前带。后面这里呢全部都是往前，定点在前面，后面这里就剪不到了，不用去管它了。这里有一点前面短一点，后面长一点的落差。上面一层放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层放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就会比里面头发可能会长一些。那我们就可以全部都是往前梳理。像这种最长的地方，我们用点剪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所有的头发呢都是一样，往前带，最长的这个尖角把它磨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边呢，我们也很快速的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圆弄过来了。还是一样，如果说假如说我们要觉得这种地方太过于尖锐了，我们可以划个 C， 把这头发往前带，把尖锐的角稍微的磨一下，基本上就不用磨太多。OK， 我们这个结构呢，框架呢就已经完成。它是一个在常规的一个饽饽上面加入了一点点，就是前面跟后面的一个长度的就是不对称。很多人在剪这种头发的时候，总想着去把它前后去做个非常好的连接，剪完以后发现就特别老气。但这样子裁剪的话呢，它会有一点点前短后长，这里又短一点，这种比例会比较协调一些。特别是它这么短这样的一个发质，不是特别就是正常，它的发质是很细软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全部剪这么长的话，它两边就会往下挂。那我们有点这种两边短一点的话呢，看起来它的堆积感、饱满度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去给它去做个吹风。这个不用牙剪，如果用牙剪打的话，头发就会很毛。我们做个吹风，吹完以后稍微修下，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发廊中也会经常剪到的一款短发，而且它是加耳的后面也很好看。加耳的后面它也是非常好看的，也是很自然的。
最简单的方法，裁剪一个最商业的发型，这就是我们发型师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OK， 我们先 OK， 这就是我们这头发呢，我们把它稍微吹干了一下，那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形态，这个比例、后面饱满度都有了，包括两边都是一样。那我们现在呢，也给它做一个修饰。这个修饰呢，我们还是一样。为什么我这个线上课呢，只会教大家一个点剪呢？是因为一个点剪的话，它是可以代替所有的修饰手法，它可以完全做得到。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的会去做一些点剪。那有没有别的修饰方式呢？有。它有很多飞剪，有没有可以代替别的修饰方式的？有，它有很多飞剪、滑剪、有滑都有，但是我们不需要，特别是这种细短的发质，我们只需要做点剪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线下课上课的话，那我们也会是教不同的方式去做处理。它只在线上的话，我们是满足大家一个做客人的一种方式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这种点剪，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果。好，你看点一下这个地方就很漂亮了，就稍微点一点，这个地方就会很柔和。顶上也是一样。当然，这个头发我们不要去点太薄，还是要想着保留它的一些质感。每边头发都是斜向后，去点一点就可以了。这都是一样。保留发尾的一个厚实度，我今天不想把它头发尾打得太过于的碎。每一层梳的时候呢，梳子已经点进去以后梳起来，在发尾1/3处的地方，我们加入一些点剪就可以了。所有头发都是一样，梳顺起来，再拿纸做点剪。这也是一样，把头发呢梳起来，两边这里也是一样，横向梳理，再去做点剪就可以。每边头发呢，我们都是一样的去还原它的剪切口，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一直到表面去。那我们这样横向剪完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斜向后，再给它去做下处理。那为的呢是让头发流向呢更清晰一些，不然的话呢，头发还是一样的往下坠。斜向后稍微点紧一下就可以。如果说我们想让发尾的地方看起来更柔和一些，我们可以把上面头发拿掉，在发尾的位置呢，稍微的去划一下，用剪刀斜向15度，稍微的点一点就可以了。低头，对，这里都是一样。梳顺它以后呢，用发尾呢，用剪刀呢，在发尾呢，稍微的划一下。这边也是一样的，梳顺去划剪。抬头，然后后部区呢，就基本上就完成了。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底下呢还不是特别干净，我们等会儿我们会用牙剪去稍微的去处理。两边也是一样，内部区的头发呢拿起来以后呢，去做点剪就可以了。这也是一样，横向提升。这种效果就可以。包括刘海区，你看本身刘海就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剪的就特别少。所以我们只教一些非常商业款的短发，然后是能让我们在发廊中就直接可以用，直接就可以赚钱的，而不是把一个技术搞得很复杂，让大家看了也看不懂，学了也学不会，还要来线下去多次的去学习。那如果线上课你好好看了以后，来线下呢，有个1-2次，好，一次基本上都能搞得明白了，就学习就很快就能把它学会了。
刘海不要剪太多，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好，做好这一步以后，我们可以用牙剪头发位，用牙剪把外线呢稍微的去切一下。我可以看到这个外线这里地方不是特别干净的，直接去剪。划线，不是划线，把里面这种虚的拿出来就剪。好，抬头，划线。这样头发吹干以后，自然吹干的话呢，也不会多出来很多那种不听话、不乖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好，当然很多会问老师，这个头发要不要内侧再去打一打？可以看你自己喜欢。如果你觉得像这种头发内侧还是很厚，你可以再打一打。但如果像他的头发本来就不是特别厚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包括它也可以全部夹得住，已经很好看了。我们不需要再把它内侧打得过于薄，保留这个质感吧。那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吹风，做完吹风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就稍微的让头发的，就是柔和感呢，稍微的吹松散一些就可以了。那很简单的一个薄薄的一个裁剪方式，在我们发廊中也是经常会遇到的，也是经常会用的一款短发。这样头发吹风呢就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它的发尾呢稍微吹顺一吹就可以了。吹一点点这种那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头发呢往前勾的话，那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从后往前吹，这个地方就会形成这种勾过来的感觉。后面的底线的头发我们可以压低往前，就底下这里不要让它太蓬了。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也是拉顺一些。因为整个头发我们没有怎么去做打薄，所以你现在看这个头发呢，它整个头发它还是比较有质感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头发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纹理感就很好。顶上的头发我还是建议大家稍微的把它吹松一些，就这里拉起来就吹，稍微的松散一点点，不然的话顶上都闷在那里也不好看。稍微的吹松一点点。往后吹。再转成一点点向前的离散。造型大部分都是靠吹风，当然裁剪的话，你在剪完就能成型，吹风基本上也不用怎么样就行。